Hello，大家好，我是 Jimmy。今天聊的手表，继上一次大家对于 Hamilton 的 Khaki Field 的军表这么感兴趣之后，很快的，他们这次又出了一只全新的机械表，同样是 Khaki Field，但是它这一次是跟 Call of Duty 的这个 Black Ops 7的特别版。我觉得它不光是海报上还蛮帅的，我觉得游戏里面的真正的这个 XL 这个 Vermac 的手上也在游戏里面有佩戴这只手表。那当然跟这个游戏的联动，在我们的现实世界你也可以买到同一只。那它是38mm 的宽度，厚度是10.9mm， 100米防水， H10 的自动上链机芯，那有80小时动除。它的背盖刻着 Black Ops 7的标志，那附上这个类似 Pelican 的这个军事的那种装枪装武器的硬盒，全世界限量5000只，价格很亲民，$975，约莫台币28000、29000。OK， 欢迎来到烂手人的频道，我是设计师吉米。老样子，我们用设计师碎碎念的方式，把时代、造型、机芯、价格、适合佩戴人群一路拆出来给你们看。OK， 那拜托一下，帮我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新来的朋友，如果有广告跳出来的话，帮吉米多看10秒钟。你们一个简单的小动作，吉米跟小编会有很大的鼓励，感谢感谢。OK， 吉米在这边跟你们说声谢谢。OK， 这支影片呢，可能会有2个引起争论的点。第一个就是这支跟标准版的 38mm 的 Khaki Field 到底差多少？第二是这个溢价有没有意义，值不值得？所以我会用的是厂家怎么想跟反向挑战你的直觉2个角度来做检视。OK， 那暖身完毕，我们把时间调到游戏宇宙跟军表历史交汇的地方，准备上堂吧。把汉密尔顿 Hamilton 放进娱乐产业的地图，这其实并不是他的第一次。从最早的曝光者的王者，我们就讲这个 Elvis 的 Ventura 那只三角形的表，那到2001的太空漫游的概念表，然后到 Man in Black MIB 那叫什么 Man in Black 叫什么 Anyway 威尔史密斯跟Tom Millie Jones Man in Black Anyway 什么星际什么的，会拿一个棒子闪你眼睛的那个电影，我也忘了它叫什么，太小的时候看的。OK， 还有一个是 Interstellar， 就是星际效应，我最喜欢的那个电影 Murph。到这个天能 OK， 一路以来 Hamilton 他很会讲故事，也很会联动故事。那这是他第一次将舞台扩张到游戏，为什么？因为游戏早就已经不是小众的次文化，它甚至已经巨大到全球会办联赛、世界赛，甚至会纳入可能4大运的一个情况。OK， 那整个巨大且成长的叙事载具，我觉得整个普及互动式的沉浸、社区跟扩散力越来越强，都可以凸显出现在游戏在于不论是网络世界啊、社群啊，地位越来越不可取代，也越来越稳固。那 Call of Duty Black Ops 7呢？它把时间背景是设定在这个2035年，世界处于心理战跟冲突的边缘，主角群是来到这个地中海城市 Avalon 执行任务。那这样的现代主义的战争啊，对于军表来讲其实很对位，尤其是 Khaki Field 这种从以前就是从野战长出来的基因，把真实世界可以买到的机械表一模一样的放进游戏里面。就像把道具跟角色的关系从萤幕延伸到你的日常穿搭，玩家不光是在游戏里看得见，而是可以以同款切入故事的概念去享受它。从整个品牌策略来看，这是第3次的游戏合作，前面还有这个 Far Cry 6，然后钛合出了钛合金的 Khaki Field， 还有 Death Stranding 2的 Bolton。那这一些开放世界生存里面的这游戏里面的这些耐操工具，OK， 然后造型、故事到超现实，我觉得这一次的实物派，他把易读、可靠、耐用军表的3个关键放进了游戏里面。OK， 我觉得这个好处是什么？就是说，第一个，它可以让 Hamilton 在军表这一块扩展他新的客群。
因为游戏的年龄层普遍很广，从可能国中、高中，甚至到40-50岁的玩家都有。那这就是他们第一个对机械表认识的一个入口，设计成一个有情绪记忆的一个任务道具。我觉得这样子的客群转换率是很高的，然后缩短教育成本。以前我们需要去教导客户什么叫做野战规格、尺寸啊、夜光啊、防水耐用的产品知识，但是现在跳脱了这一段，它直接把战场跟手表做了一个联动，它的叙事成本会缩小很多。那第三点是二级市场的状态，有专属的限量的科文，有专属的盒装，当然都是二级市场的一个叙事的护城河，也可以持续它的这个保值性。当然了，对我来说啦 ，Hamilton 基本上 even 他做了今天5000只的限定，我也不觉得他在二手市场，你们说他会有多好的一个表现，因为毕竟它还是以工具表为主，它不是以比如说有些的大部分的限定可能是品牌的联动，有可能是盘面造型，那有可能是特殊配色。可是很明显，在这一次 Call of Duty 的这个部分呢，我目前看到现在，我觉得他做的就是一个雕刻的背盖。OK，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就不去讲它的什么增不增值这件事情，这个东西我觉得就不是那么重要。OK， 首先它的直径还是经典的38，然后表耳到表耳是47，厚度是10.9，其实就是很标准的这个 Strap Monster。原厂配给你的就有卡其绿的 NATO Strap， 那你也可以换成黑色的战术尼龙，换麂皮，换油蜡皮，甚至是上钢链，你们都可以玩出不同的层次。基本上这个表啊，就是表带怪物，你要配什么都可以。我觉得整个的感觉是非常的多变，面向是很多 versatile 的。OK， 那我觉得这只表其实我没有试过这个限量版，但是我去专柜试过这个38的这个军表，基本上38你手腕中偏粗或者是细手腕都很好控制。OK， 甚至是女生也很好控制。那它的厚度我觉得很好，不会到过厚，才11 mm。那配上这个 Powermatic， 其实就是 H10 80小时的这个动力储存，我觉得不但厚度没有增加，那加上了 NATO Strap 的这个，因为我们知道 NATO Strap 会穿过手表表壳的下方，那戴在手上依然不会让人觉得很过于凸起或突兀。我想这个跟他把表耳的弧度雕刻出来做得更贴手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基本上它的贴手度是舒服的，佩戴上也不太会有问题。OK， 那这一次联名的身份证呢，当然就是它背后的这个 Black Ops 7的这个图样雕刻，然后是螺旋式的锁入式的底盖，那底盖比透底更为军规，这是抗磁跟抗冲击的一种设计的一种完成手法。那第二个就是回归到焦点，就是说我们讲的这个任务工具，那搭配了 Pelican 的这个军事风格的硬核风格外箱。那你们大家知道 Pelican 就是他以前是做这个，他现在也还是在做军方专门的这种武器的携带盒。那你们更常会看到的其实是在摄影工作人员，专业摄影师基本上出门带主机、带电池、带充电器、带灯具、带麦克风，带很多的镜头。OK， 他不可能把它全部背在一个背包里面，那他就多拖一个 Pelican 的行李箱。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上网去查一查。那这些行李箱有一些你可以自己去切你的泡棉，去依照你要的尺寸去定制你所要的归纳规整方式。那我觉得 Hamilton 在这一块的部分，的确它让这个军表的味道更为完整。OK， 材质跟细节的部分，蓝宝石做的这个 AR coating 的反射处理，那实际在强光之下仍然可以非常清楚的去读时。OK， 那放大了这个把头在3点钟的位置，那目的其实是在模拟你在穿上战术手套的时候，你可以更好的去调整你的手表。那并且它保持了直觉的推拉式的操作，因为军表的使用频率高，所以它的手感的感受可以更快。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刚刚好的一个辨识度，一眼就是 khaki feel。那当然
它不流于基本款，有白夜光黑面加上红色秒针，这是一个不错的记忆点。那它也有装备感，表壳拉丝，然后抛光小面积来做提亮，你可以看到工具跟装饰两种身份同时出现。那有一点点联名的痕迹 ，OK， 那虽然很低调，但是我觉得对于自己佩戴的人来讲，它会有那个心里面的幸福感。那有些人我知道听到这边会觉得说，既然联名，为什么不正面做的更多？比如说特殊指针啊，像是 IWC 的 Top Gun 啊，它可能会把秒针做成 F14的战斗机啊，或者是更多更明显联名写在脸上。那我觉得其实 Hamilton 这种把军表藏在背面的做法，我觉得反而很多东西我们不要把它符号化或图像化。因为图像化的东西，其实我认为是最不耐看的东西，反而是稳健的东西，它更经久耐看，这是我的想法啦。那当然，有些人你也可以解释说 ，Hamilton 就是这个联名做的很没有诚意，只是做了一个背盖，那成本很低，就拿现行款把背盖雕一雕装上去就是，也可以，这个观点我也接受。OK， 那我们就先往下走，就是机型跟构造。那机型就是 H10， 就是 Swatch Group Powermatic 80的平台。那基本上这一个机型在整个从美度到这个Tissot 到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品牌叫做 Hamilton， 都有用这一颗很棒的机芯。OK， 那它这个机芯很好的地方就是优化了发条啊、动力传递，并且泛用这个 Neverchrome 的这个抗磁油丝。OK， 在真实的佩戴里面呢 ，H10 大概就是正负5秒的稳定性。那当然，个体的调教要看你的使用环境而定。有些人可能在很高磁的地方工作，那这个东西当然就不会那么的准。所以大家自己如果买了这个表的话，一个自己去测，或者请表店帮你测。那测完如果不准，也可以花一点钱请师傅帮你做一个调教。这些东西都是可以自己去做的。OK，100米的防水。日常轻度水上活动都够用。那实心底盖、螺牙式的锁入，那基本上抗性跟有维修的友好度更高。那背盖有雕刻面，蓝宝石加上我们刚刚讲的抗反射。OK， 因为军表第一个就是它的视读性要很好。OK， 那再来一点就是基本上所有的钟表师傅都会修 Swatch Group 的这一颗 Powermatic 80。所以基本上不用太担心它的以后的耐用跟保养成本都很合理，可以用很多年，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那我也想补充一个工程学的视角，就是说38mm 配上10.9的 mm 的外形控制，反映出品牌在堆叠模组以及壳内控制它内部空间的成熟跟经验。很多80小时动除的入门机芯会让膨胀来到12mm 以上，对，只差1.1mm， 可是其实对于一支简单的大3针来讲，穿正装就有可能会卡袖口，所以它把厚度控制住，我觉得是工程跟美学的一个非常折中、很好的平衡的一个范本。OK， 那这支表定价是$975，那限量5000只。有背盖刻纹、军事风格的这个盒子。那行销的位阶当然就是 in game on wrist， 就是在游戏里面也有，但同时你也可以戴到你的手腕上面。我的看法就是，理性的人我觉得会说规格几乎跟一般标准不一样，为什么我不买一般标准自己换 NATO 就好 ？OK， 没有问题。感性派的就会说，我就是要那个故事跟那个5000只的编号。而且我觉得可以跟别人分享这种故事感是我的喜悦。我觉得两种看法都正确，就看你把钱觉得花在哪一个层次的价值上面。OK， 那最后就是我觉得军表控工具表当然一定要有一支 Hamilton 的 Khaki Field， 因为它低调、不矫情、好读、好养，日后维护的成本非常低。OK。然后基本上正装、户外这个表绝对都没有问题。那我觉得喜欢设计或者是喜欢简约的人也会喜欢它的比例跟材料对比。
它就是像一个把功能区分的很清楚、很简单的建筑，外墙拉丝，那这个整个梁柱是做了抛光，简单的去做的一个视觉的搭配的平衡，不会让它过于丰富，让人眼睛压力过大。那这只表它的定价呢，也很适合第一次入门机械表的使用者。H10 有80小时的这个 Power Reserve，所以它的容错率也很高，周末不戴也不会停走，周一拿起来继续又可以走时。那甚至你也可以透过这一只手表去买很多不同的表带来尝试你的穿搭跟颜色的挑选。OK， 我觉得这个是很有趣的事情。那我会把这只表归类为就是把我其实没有很想这样子说 OK， 但是我觉得讲话我们还是客观一点，就是说这一次 Hamilton 是把联名做的比较克制。那正面是很纯粹的军表，背面是盒装，说游戏说故事啊，前面冷静，后面火热，他不会试图的去把一堆元素塞给你，让你很快就腻。OK， 就他不会画一把机关枪放在表面上面，就是我讲的，就是不用做到这么显学，有的时候一点点隐晦的感觉会让人觉得这东西更耐看、更有深度。OK， 那如果你们本来就想要入手38的 Khaki Field， 那我觉得现在就是提供另外一个多了一点点情绪价值的版本。OK， 多了同款角色连接收藏属性，所以如果你想把每一块钱都只放进规格表，那当然标准版的 CP 值一定是更好的。但是我就说了，这就是理性跟感性的一场辩论。所以从设计面来讲，语汇纯正，刻字耐看。工程面的控制，它的厚度控制得宜，然后在80小时的这个机芯之下，它的整个平衡非常的好。那市场上面它限量5000只，我觉得有故事有 IP， 所以我觉得有些人他可能会觉得联名等于加价，但是换个角度想，他是把你曾经投入过的时间跟情绪事件凝固成一个你可以触摸、可以留下来的一个硬体物件。OK， 那当你配上你喜欢的 NATO Strap 的那一刻，你不只是戴了时间，你也是把个人的风格跟喜好挂在手上。OK， 如果你们喜欢今天的介绍，那就帮吉米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留言告诉我你们会不会盯着它，带着它打 Black Ops 7，还是你宁愿买标准版再自己配喜欢的表带 ？OK， 最后就是不管什么样的手表，总归一句话，它都没有办法留住时间，但是可以让我们确定的事情就是每分每秒的过去。你跟我都在创造属于自己的历史。吉米希望大家玩表玩得健康，玩得开心，然后戴手表可以让我们更珍惜身边的人事物。对于时间，我们永远保持着正面以及庆祝的态度去活好每一分每一秒。我是烂熟人设计师吉米，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Peace。